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般我們在入門金工的時候，第一個會學到的技術就是切鋸。然後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平常在使用的一些切鋸工具，以及在切鋸的時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小技巧。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在使用的鋸工。鋸工的種類它其實有很多種。然後我最常使用的其實是這一把我大概用了20-30年了。我第一次接觸金工買的第一把鋸工就是它，然後一直用到現在，它還是我最喜歡用的，因為它的尺寸沒有很大，所以它的重量比較輕。然後這個鋸工的構造其實它就是上下有兩個像這樣子的旋鈕，然後它可以把鋸絲夾在這個中間，然後鋸絲被夾在裡面以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切鋸金屬。那主要的構造是這樣子。那當然，鋸工它有各式各樣的，特別是像現在金工已經發展這麼多年了，它有很多比較有機能性的，或者是比較改良過的、優化過的這種不同形式的鋸工。鋸工的種類這麼多，大家不妨都可以試一試。但是你們要知道一個重點，這個使用這個工具的人是你自己。你如果挑到一把適合你的鋸工，那當然会事半功倍。但是主要還是你必須把你自己切鋸的技術練好。那所有的鋸工對你來說可能就只是加分。我手邊有一些不同的鋸工，那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像這樣子，這邊還有一個可以調整的，這個它就是可以升降的這種鋸工。那這種調整式的鋸工，它就是拿來用在，比如說你鋸絲鋸一鋸啊，不小心折斷了，說不定它還有一大截是有鋸齒的，那我們就可以用這種可以調節的鋸工，把那個斷掉的鋸絲拿來這邊用，你可以減少一點浪費。還有這種鋸工有分，像我這一把鋸工這邊的這個金具只有7.5公分，那我如果拿了一個比較大塊的金屬片，我可能就鋸不過去，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再換稍微深一點的，這個裡面的深度稍微深一點的鋸工，有20幾公分、30幾公分的都有，可以因應不同的需求去挑選適合你用的鋸工。然後我還有另外買過這一把鋸工，我比較少用它，主要是因為它這個所鋸絲的地方是一個洞，它是一個洞的形狀，所以我發現我有時候鋸一鋸，這個粉屑會掉到洞裡，然後我在放鋸絲的時候就很容易夾不緊，就是鋸一鋸這個鋸絲就會滑開。這種鋸工我就比較少用，但我最常用的還是這一把。這把還是最好用的，而且它非常耐用。再來是切鋸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銼板，那這個銼板就是可以讓你放置金屬片，然後在上面切鋸。這個是你們常常看到我在工作桌上面用的這個銼板，這個銼板已經被我用到快要壞掉了。而且因為我這個銼板它是一體成型的，就是我插進去以後插到底，它會跟我的桌面是完全齊平的，所以我的金屬片如果稍微大塊一點，我可以在這邊自由的移動。如果你們沒有像這樣子的金工桌，你們大部分的這個銼板都不會是跟桌子齊平，你們可能買到的就是像這樣子分開的，這樣子一個銼板跟一個 C 型夾，你們能買到的大概是這樣子形狀的這個銼橋。那這個銼橋也是可以用，我們也是可以直接把它架在我們的金工桌上，但是它就是会稍微高出你的桌面一點點。如果我們做的都是小塊金屬的話，就比較無所謂。今天我就用這一塊銼板來跟大家示範怎麼切鋸。再來就是鋸絲，那鋸絲它也有分很多不同的牌子跟很多不同的號數。那以金工來講，我們最常用到的號數其實就是20、30、40。大概是這3種號數是最常使用的，然後數字越大呢，它的這個尺就越細。比如說40就會比20更細。那我如果要鋸很小的鏤空，或者是我需要這個線條跟頭髮一樣細，那我可能要用到60或80更細的鋸絲。因為鋸絲細，所以它在使用上就要更小心，它很容易斷。那金工最常使用的話，就還是20、30或40。對新手來說的話，我覺得用20或30就可以了，可以當做練習。那之後你想要制作更細的圖案，你可以再去採購更細的鋸絲。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鋸絲你買來的話，它是像這樣子一捆一捆的，然後這個一捆裡面呢有12支，就是一打。那我们買來的時候，它都會是像這樣子用黃銅線把它纏成一圈，讓它不要散開。那我們要使用的時候呢，一個是你可以直接找這個線的這個頭，這個線的頭去把它拉出來，然後整個把它拉開。然後這樣子去使用，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找到，因為這個鋸絲它是有一個齒的方向，所以呢，我們只要找到我們這個齒的方向是向下的，然後我們順着拿一根小鑷子，我們順着往上抽，這樣也可以把鋸絲抽出來，然後你不用去拆這個線，就這樣一抽就可以把它抽起來了。如果你買了很多不同號數的鋸絲呢，我會建議說，像我這樣找個合適的盒子，把它們分開來，因為這個鋸絲一旦混在一起，特別是你2個號數是相鄰的話，你就有點難分辨它到底是幾號，有時候你在用的時候就會造成一點困擾，所以最好是可以把它用盒子把它分開來放。再來是切鋸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用到像這樣子的鋸蠟。你如果沒有這樣子的鋸蠟的話，你可以用蜂蠟或者是一般的蠟燭也可以，主要是幫助鋸絲可以很順暢的往前進。那接下來我要示範的是切鋸的方法以及我們的切鋸的姿勢。好，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怎麼樣安裝鋸絲。通常我們拿到鋸絲以後，你可以先找到這個鋸齒的方向。我現在希望它的鋸齒全部都是朝這個方向。然後我會把我的鋸弓先掛在錯台上，然後另外一邊你可以稍微用你的肩胛骨頂一下這個鋸弓的手柄，就是這個位置。我可以用肩胛骨頂着，或者是我直接用手這樣撐着也可以。通常你會發現你2隻手都空出來，你會比較好操作，所以我會把它頂在我的肩胛骨上，然後先把一邊的旋鈕轉開，先把這個鋸絲的一端先放進去，鎖緊。鎖緊之後呢，另外一邊再放進來，就是自然的讓它垂下來，這樣就可以了。這邊鋸絲放進來以後呢，我會給這個鋸弓稍微施加一點點壓力，然後再把它鎖緊。那我施加這個壓力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這個鋸弓可以稍微被我壓縮的小一點點，然後我再把它旋緊，這樣子我的鋸絲就會有張力。你可以聽聽看這個鋸絲的聲音。這個鋸絲的聲音就是代表這個張力是足夠的。那我剛剛說鋸齒要往下，所以你在安裝鋸絲的時候，如果你不確定你裝的這個齒對不對，你可以摸一下。如果你這樣摸是很順的，就是對的。那你相反過來，卡住了，這樣子就是對的。好，然後你也可以摸摸看你的齒有沒有跑到裡面，跑到裡面就是錯的，齒一定要在外面。然後從上往下摸是順的，從下往上摸是卡住的，然後是這個聲音。如果太鬆的話是這個聲音。鋸絲太鬆就是這樣子很鈍的聲音，這樣子的聲音就是我完全沒有給它施加任何的張力。所以我們在裝鋸弓的時候，如果你不用你的肩胛骨頂，你也可以用手稍微這樣撐一下，再鎖緊。這個清脆的聲音才是對的。那這樣子就是鋸絲的基本安裝的方法。好，接下來我想要示範如何切鋸一條直線。那我這邊有一塊銅片，然後我先畫一條直線來做記號。好，那我現在這邊已經做好了一條記號了，這邊有一條線。然後假設說我現在需要的是這一塊，保留這一塊大的面積，那這一塊小條的面積是我不要的。那我會建議說，我們等一下在切鋸的時候，可以鋸得離這條線再過來一點點，這樣子我在鋸完了以後，我還可以看到這條線，然後我可以往這條線的方向去修磨，這樣子才不會不小心切過頭。然後在切鋸之前呢，我們可能要調整一下我们的這個座椅的高度。因為切鋸的時候呢，我不會希望這個錯板的這個角度剛好是差不多到我胸口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稍微降低一點點你的椅子的高度，這樣切起來會比較順手。然後切鋸之前，我們可以先在這個鋸絲上面沾一點點剛剛說的這個鋸蠟。那也有人會直接把蠟塗在這個銅片上面，那你等一下就不需要去補你鋸絲上面的蠟，都可以。然後在切鋸的時候，因為這個鋸齒是往下的，所以我們的鋸工要往下的時候才會有切削的功能。所以往上只是一個順勢帶上來，它要往下才有開始切的效果。然後我們一開始要切鋸的時候，有時候你不是那麼好對這個位置，所以我會建議說，我們可以把你的指甲稍微貼在你的金屬板上，然後讓鋸絲靠在你的指甲上，這樣子它的位置比較不容易跑掉。然後你會發現，我要往下不去，這個是第一道開頭的時候，有時候會這樣卡住。那我會建議說，我們第一道可以一樣，指甲先把它擋住我要的位置。第一道可以從下往上，斜的這樣子往上，從下往上，它會形成一個小小的缺口。那往上了以後，我們再往下拉，你就會發現比較順。然後我們切鋸的時候呢，最好是你的鋸工跟你的金屬板要保持垂直，這樣你的線鋸起來才會是直的。然後慢慢的往下拉，然後你可能鋸個2-3次，你就會發現有一些金屬粉屑已經擋住了你的這個線，完全看不到線在哪。所以你可以準備一支小刷子，就一邊鋸的時候一邊刷，因為它會這個粉屑會一直跑上來。還有我們切鋸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的左手，就是我的非慣用手，要把金屬板壓緊、壓穩、壓平，不要鋸的時候讓它有這種彈跳感，因為一旦彈跳起來，鋸絲就非常容易斷，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金屬壓得很穩。然後你可以像我這樣壓在左邊，或者是你鋸的位置比較中間，你可以壓在兩側。那比較忌諱的是你壓在它的前面。因為你壓在它的前面，這個鋸絲就會不小心鋸到你的手，所以我們在切鋸的時候，最好你的手的位置離你的鋸絲越近，會越穩。然後一樣鋸的時候，輕輕的往下帶。你的握着鋸工的這隻手，你的握的這個緊度，你要非常的輕柔，不可以死死的這樣握住，因為這樣子會讓你的動作不流暢，然後你的肌肉會痠痛。你沒辦法鋸久，你可能鋸一小段，你就會覺得好緊繃、好累。我們拿鋸工的時候，手就是要輕輕的握住。然後我們的這個鋸絲呢，剛剛有說，我們這個鋸齒全部都是往下的。然後你會發現它的前後上下有一段是沒有紋路的，它的鋸齒大部分集中在大概只有這樣子的區域。所以我們在切鋸的時候，最好是可以從上面到下面這整段都用到它，不要只集中在其中的某一段，像這樣，這樣子是又累，然後又消耗的不完全，因為你只消耗中間這一段，那你上下全部都浪費了，那你可能這一段磨損了，那你整根就要丟掉。所以我們在鋸的時候，最好是從上拉到下，整段都用到它。我们在切鋸的時候，盡量找這個錯板有一個大空間的地方來切，這樣子它可以容許我稍微往這邊一點，或者是往這邊一點，不要在這麼小的地方切，因為這樣子你只有這樣短短的空間可以移動。我盡量有一個比較深的空間，然後比較寬的空間，我可以隨時的擺動我的金屬板。然後假設我鋸到一半，然後鋸絲斷掉了，那我現在重新裝好鋸絲以後。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我已經鋸到這裡了，那我乾脆從這邊直接再鋸過去。理論上是可以，因為你的鋸絲可以放進去這裡，但是你實際上要鋸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鋸絲放進來以後，你很難前進。我放給你們看，我把它從剛剛鋸到一半的地方放進去，然後你就會發現，你要鋸的時候它下不去了。我現在要下去的話，需要很用力的去拉扯它，它才會稍微往前移動一點。所以這個時候呢，我會建議說，如果你要
鋸到一半你要換鋸絲，或者是鋸絲斷掉，我會建議說你就從你剛剛進來的地方再進來一次，就是照原路再過去一次，不要想要從中間開始鋸，因為從中間開始鋸它會卡在那邊。如果說我鋸到一半，然後我突然有事情臨時要離開一下，那我又不想要中斷這個我現在的位置，我不想要把它退出來，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我的方法是我會把這個鋸弓拉到底，然後讓它安穩的跨在我的這個錯橋上面，這樣跨着我就可以去做我的事情，然後等一下再回來，再放回來繼續，我這樣就不會中斷我剛剛鋸的這個路。切鋸其實它沒有那麼難。那我也有看過很多藝術家，他就是光靠切鋸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作品，他不見得需要焊接，不見得需要成型，他可能就是靠着切鋸，他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切鋸它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基本功。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最基本的東西練好，我們再來去做下一件事情，我覺得是比較好的。然後如果对今天的这個切鋸教學有任何的疑問，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或者是加入我的會員，可以看更多的影片。然後最後我要講一個，我們做金工做這麼久，其實我發現到最後都是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節省成本。不管是材料上面的成本，或者是時間上面的成本，我們都是希望到最後它是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完成一件作品。所以我們要到達最後的這個目的，就是節省成本這件事情。我們前面必須要做很多的練習，到最後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做得很快，做得很順，不會失敗。只要不失敗，你的成本就會減少很多。那我們挑到好的工具，你的成本也會減少很多。挑到好的鋸絲，你就不會浪費你的時間。那你這個挑對方法，你的時間成本也可以減少。好，以上跟大家共勉之。有什麼問題在底下跟我說，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